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我来聊一聊占卜的正确打开方式。放心啊，我不是又要说星座啊、塔罗牌啊这些东西其实是伪科学，大家要抵制伪科学那一套东西。今天这期节目我不但要说占卜为什么真的有用，而且会聊到占卜的正确用法。星座、塔罗牌、易经八卦、梅花易数、茶叶算命，出门前来一卦决定出门穿搭，相亲后来一卦测算姻缘。不知道你在做各种决定之前是不是也会正经不正经的用这样的一些占卜手段算上一卦来帮助自己决策。我们到底该不该相信这些占卜术呢？如果占卜真的有用的话，那又应该怎么用呢？今天这期节目我打算用一个文化心理学里的案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加拿大拉布拉多省有一群纳斯皮克族牧民，他们有狩猎驯鹿的传统。狩猎驯鹿的第一步呢，当然是要找到驯鹿，但是森林那么大，去哪里找驯鹿呢？如果你就是一个猎鹿人那我猜你大概会很本能的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和打听到的信息来预测驯鹿可能会出现在哪里。比如说驯鹿爱吃一种果子那我就去长满这种果树的地方守株待兔嘛。又或者比如说之前有几个邻居都在同一个地方发现过驯鹿，那这回我也去那儿找。但实际上这样反而很难找到驯鹿。为什么呢？因为驯鹿与猎鹿人他们相互之间是相互博弈的关系猎人想要预测驯鹿出现的位置，而驯鹿不想被杀掉，所以他们也会总结经验他们会刻意避开猎人经常出没的那些地方。驯鹿其实是挺聪明挺鸡贼的所以呢猎人是很难通过经验来预测驯鹿出现的位置的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加拿大纳斯皮克族的猎人其实根本就不是根据经验来寻找驯鹿的。那他们怎么找呢？他们就是用占卜术来找的。在纳斯皮克猎人世代流传的文化里有一项占卜仪式。在这个仪式里呢，猎人们会把一块鹿的肩胛骨放在火上去加热，让肩胛骨上出现裂纹或者呢是把骨头的一部分烧焦形成一些图案。猎人们认为这些裂纹和图案就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地图他们解读出裂纹和图案代表的具体方位之后就会根据地图的指引去猎鹿。结果呢，按照这种占卜出来的路线去找驯鹿很多时候居然还是真的能够找得到，占卜的结果居然挺灵的。那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真的是上天在庇佑他们吗？这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骨头上烧出来的那些裂纹的纹理是取决于骨头本身的大小形状，取决于燃烧的温度、冷却时候的环境温度以及加热的过程等等无数的细节这么多的细节叠加在一起呢，结果就是烧出来的那个纹理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其实几乎就是随机的。而随机化呢，就是在这种你猜我，我也猜你的博弈游戏里的制胜法宝。因为随机就意味着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行动，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那你怎么可能预测我要干什么呢？猎人们的行动路线其实就是因为占卜而随机化了于是呢，那些驯鹿们也就没有办法预测猎人的行动模式了这样一来他们与猎人遭遇的概率也就大大的提高了这就是占卜能够起作用的逻辑。在这个案例里呢，其实还包含着一个很奇妙的逻辑那就是占卜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文化被这些猎人们一代一代的继承下来，是因为他们以为占卜能够算准驯鹿的位置。而占卜之所以真的能够起作用其实是因为它压根就啥也算不出来，它起作用是因为占卜的结果根本就是随机的一句话，占卜之所以最后表现的算得准，是因为它实际上根本就算不准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逻辑占卜才在全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里都占有一席之地比如说我们古代的商朝人，他们会把龟甲放在火上烧，用烧裂出来的那个纹理来占卜这个手法与加拿大的那些猎人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虽然我们商朝祖先们用龟甲来占卜原因可能很多样但可以想象如果他们跟外敌作战的时候也用占卜的结果来决定军事战略那客观上在敌军看来可能就显得你的战略非常的变幻莫测因为龟甲占卜的结果其实也是随机的嘛再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农民在过去会通过观察鸟类的行为来占卜，来决定下一季要耕种哪一块农田实际上呢，这种占卜的结果也是随机的不过它也是歪打正着。在过去科学欠发达的时代，农民的很多知识其实都是错的如果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经验来选择耕种哪块农田的话，效果反而不好所以呢，根据占卜的结果来随机的挑选一块农田反而就鬼使神差的提高了收成。那通过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和例子我们也就能够总结出占卜的正确打开方式，占卜的正确用法了。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算上一卦呢？我认为总的原则就是当你的行为模式变得比较固定，而你又非常渴望打破这种固定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就可以算一卦，用占卜的结果来决定你的行动。
那我们什么时候很需要打破固定的行为模式呢？我能想到的大致有这样的2种具体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你正在跟别人博弈的时候，猎人打猎时不想被驯鹿发现自己的行动模式，比赛的时候教练不想让对方教练预测到自己的战术，出题的时候老师不想让学生猜到自己的出题方向，打仗的时候将军不想让敌军预测到自己的排兵布阵。在这些双方相互博弈的场合里如果你认为不被对方看穿自己的行为模式对于胜负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想被对方读心那你就可以算上一卦，用占卜的结果来决定自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出哪个范围的试题，采用哪种排兵布阵。要记住占卜的核心秘密是随机化，而随机化就是抵御读心术的最强盾牌。这个道理呢，其实就挺像最近那部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里邓布利多跟格林德沃之间的博弈。格林德沃能够一定程度上预测邓布利多这边的行动吗？那邓布利多是怎么样应对的呢？他的方法呢，就是找来了一群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跟格林德沃死缠烂打。邓布利多玩的不就是加拿大猎人那一套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那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在干什么呢？我前几天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当时也是觉得这个剧情有点太扯了，一群人全程懵逼的就把大反派的阴谋给挫败了。但事后一想呢，这其实不就是用随机化来抵御读心术吗？所以其实这个底层逻辑还是基本说得通的。在博弈的时候抵抗对手的读心术这就是需要打破固定行为模式的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跟别人斗争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审视内心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你自己察觉到你自己的行为过于僵化的时候，人们是很容易躲进自己的舒适区里的。点外卖点着点着就固定在了那几家最合胃口的外卖商家那儿。读书的时候读着读着就变得只喜欢读几个固定类型的图书。那久而久之呢，你的眼界、你的体验、你的知识边界就这样被自己僵化的行为给锁死了。那么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行为变得有点僵化，而这已经让你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那你就可以试试把生活里的一些决策交给占卜来决定。点外卖之前来上一卦，占卜决定中午吃啥；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来上一卦，占卜决定去哪一排书架借书看；周末休假的时候也来上一卦，占卜决定去城市的哪一个角落走一走。用占卜来打破这种僵化的行为模式也许呢，这就是你发现新世界的一个起点。那以上这些就是占卜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你接下来可能要问那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该怎么用塔罗牌来决定战术？怎么样用八卦来选书？怎么样用梅花易数来选外卖呢？我这样一个占卜术的纯门外汉怎么可能知道细节嘛？不过我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占卜的核心秘密既然是随机化，那其实我们需要的无非就是一个抓阄的过程而已。你可以去应用商店里下载一个抓阄的 APP， 把各种选项输进去，点抓阄按钮。其实只要完成这样几步简单的操作你就立马化身成足以比肩古往今来各种命理大师、占卜大师的大魔法师了。好，占卜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魏之超，我会在这个频道里持续输出我的3大爱好：心理学、电影和读书。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你关注、点赞、收藏和评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